好哥，我们这样不会被你老婆发现吧？发现又怎么样？她就一黄脸婆，敢跟我翻脸吗？张浩，你居然出轨！我给你脸了啊！你进来不就能敲门吗？我的眼！你少他妈的给我装！老子只扇了你的脸，可没动着你的眼。张浩，你不但出轨，竟然还动手家暴我！我要跟你离婚！苏晴，你所有的积蓄都被我转移了，跟我离婚，你吃什么住什么？可别走投无路了，再回来跪求我收留你。张浩，你放心吧，就算我以后穷死、饿死，我也不会再多看你一眼。有骨气，我倒要看看离开我你怎么活。哎呀，走了，浩哥。什么情况？我的眼睛怎么能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？喂，对，我刚挖出来的商朝富豪墓里的陪葬品，现在就去古玩街找你。商朝富豪跟我左眼看到的那个名字一样，难道我的眼睛能看到出土古董的来历？我的左眼能鉴别出土的古董，有这能力，我还怕赚不到钱？来，看看啊，我这是秦始皇的御用茶杯，一口价50万。什么秦始皇？这古玩市场果然假货居多。哎，这吊坠竟然是清朝东果公主的陪葬品，虽只是清朝的，但也算是皇室陪葬品，少说也值个10几万吧。姑娘喜欢什么？老板，这个玉观音怎么卖？看你是个生脸，应该不经常来古玩市场吧？给你个实在价，5000，这可是老物件，保真。5000块？老板，你这也太贵了吧？哎，你看看你这个吊坠，上面还有划痕，雕工也一般，我看呀，根本就不值这个价。500怎么样？500块钱，这也太少了，我收都收不来。你再加点，1000，最多给800，行的话我就买，不行的话，那我就再看看别的。哎，800就800，今天开门第一单，算我亏了。好，我给你转账。哎，您收好。吸收阴之灵力，阴之眼升级，可对任何人施展幻术。左眼叫阴之眼，那右眼叫什么？没想到眼睛还能升级，看来我不但能靠着我这眼睛捡漏赚钱，还能吸收古董里的灵力，升级新的能力，保护自己。姑娘，你这个吊坠是晚清时期的翡翠，质地温润，虽然雕工没有那么精细，但是年份够，又保存得这么好，市场价值至少50万。怎么样，打算出吗？不过一个倒手，800变50万，一下子挣了40多万，这可顶得上那渣男好几年的工资了。行，我卖。那好，这个吊坠我收了。姑娘，这里是50万，您收好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什么好东西记得找我。好，这才只是开始，有了阴之眼，赚钱真的不难。今天这古玩街上怎么回事？连一件像样的真东西都没有啊！哎，姑娘，看看这东西啊，都刚摆出来。我的右眼在发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康熙皇帝，这东西怕不是康熙帝御用物件，难不成我的右眼能看到物品上的帝王龙气？姑娘，你可看好了，这几件啊，都是我们老李家祖上留下来的。奶奶，您这里还有没有其他的物件？有倒是有，不过呀，大多都是残破了的东西，还没这几件好看呢，都搁在家里没有带出来。哎呀，我孩子出息了，在国外当高管，现在可是漂亮过国籍，那的空气可香甜了。
下个月儿子接我去享福，家里的东西吧带着麻烦，我寻思着就给卖了。奶奶，我觉得您这些东西还挺不错的，你开个价吧。正好我们家灶台上的炉台什么的都需要换了，如果价格合适的话，我就拿走。好歹这几件的工艺还是挺精美的。哎呀，这几件啊是一整套的，具体什么价格呀我也不懂，但这东西肯定是老东西，你要是真打算要的话，给4000块钱吧。康熙帝的东西才卖我4000，这妥妥的大赚啊！4000啊！姑娘，你要是诚心要的话，你给出个价吧。这几件啊都随了我几10年了，肯定值钱。奶奶，您这些物件啊，我也吃不太准，我看着呀像是仿品，但是您说了，这些物件也是跟了您几10年了，也算是个老仿了。要不然我出价1000块怎么样？1000太少了，你要么再加点儿，要么就算了，我再等等其他人来看。姑娘，这个东西你还看不看？我看呀，本来还想再压压你这崇洋媚外老太婆的价，没想到竟然还有人抢。不行，康熙皇帝的御用宝贝，我必须拿下。奶奶，这样吧，我们2个各退一步，互相都让一让。您刚才说是4000，我是1000，那我们2个折合一下，2500怎么样？4000块钱已经算是便宜的了，你要是诚心要的话，就3500好了。你要是不要，就让人家看。哎，别，3500就3500，咱总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。我给你转钱。哎，好，过去了。哎呦，这傻姑娘还真把破烂当宝贝了。哎呀，你拿好啊。哎，东西归你，我这就收摊了。慢走啊。杨志远吸收纯阳龙气。杨志远吸收纯阳龙气。杨之眼没升级，看来需要吸收更多的纯阳龙气。姑娘请留步。这几件东西你有意思出手吗？鄙人每日跟着古玩打交道，多少算是有些了解。圈里人都叫我陈四爷，我看你这东西不一般，如果你愿意出手的话，开个价吧。这不是陈四爷吗？郑成大名鼎鼎的收藏名家，难怪看着眼熟啊！听说他的眼睛啊就是尺，经他过手的宝贝啊就没有打眼的时候，凡是他看上的呀，绝对是真家伙。可不是嘛！上次他在拍卖行一眼识破赝品的事儿，村里谁不知道？能被他盯上的东西，指定价值不菲。没想到这陈四爷来头这么大。可我虽然知道这宝贝是康熙帝御用物件，但价格我可真不知道，绝不能露怯，显得自己不懂行。陈四爷想必也看出了，只有这件香炉是康熙皇帝之物，不如先开个价。要是价格达不到我的预期，那我还不如就自己留着把玩了。姑娘，实不相瞒，你这件确实是康熙帝御用之物。至于价格，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，这件康熙帝御用品我给你300万，你是否愿意出手？300万，这可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。3500块收来的东西，竟然能卖出300万巨款。如果愿意出手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给钱。好，我愿意。这是300万的支票，随时可以去银行兑现。陈四爷爽快。姑娘小小年纪，眼光竟然如此毒辣，一出手就是这康熙帝的物件，这鉴宝能力可谓天赋异禀啊！正好明天有一个古董拍卖会，你是否有兴趣跟我一起去啊？正好帮我参谋参谋。这可是接触更高端古玩圈的好机会，要是能捡到一间大楼，那可就值了。陈四爷，明天我一定赴约。这是邀请函，明天上午9点，环球酒店3楼宴会厅，不见不散。陈四爷，我一定准时到。好。300万，我真的赚到300万了！有了阴阳眼，有了这笔钱，我的人生彻底不一样了。明天的拍卖会一定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我。哟，这是谁呀？这不是你那废物前妻苏晴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他不是知道这儿有拍卖会，来凑个热闹，见见世面吧？
还真是被我扫地出门的黄脸婆啊！苏晴，你可真有意思。环球酒店的拍卖会可不是你这个刚离婚的黄脸婆能进的。女士，请出示邀请函。好。邀请函没有问题。苏晴，你以为光是有邀请函就行了？谁知道你是不是在哪个垃圾桶里捡来的？进这里除了邀请函外，还要先验资，最低20万资产证明。这里面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。浩哥，跟他废话什么呀？他浑身上下加起来恐怕都不到2000块，还20万，我看他就是来蹭空调的吧。女士，这2位说的确实没错，进入拍卖会之前确实需要验资。您看您……那就验资吧。资产达标。女士，资产核验通过。苏女士，里面请，拍卖会即将开始。她一个净身出户的黄脸婆，哪来的20万？欢迎各位贵宾莅临到本次拍卖会的现场，我是本次的主持人。接下来我们将呈现多件珍稀古董。第一件拍品是慈禧太后的陪葬品凤纹玉佩。这件凤纹玉佩相传是慈禧太后生前挚爱，死后随葬，起拍价100万，每次加价不少于10万。现在开始竞价。这么好的宝贝，这可是慈禧太后的陪葬品，不知道谁能拿下。100万，谁要是拍下这件宝贝，一辈子都不愁吃喝。140万，200万。这凤纹玉佩既无金光帝王影，也无黑气亡魂，看来并不是什么陪葬品，估计是现代仿品。300万，350万，400万。陈四爷，等等，我看这东西啊，不像真的。苏晴姑娘，你这话可有依据？这玉佩看着品相极佳，不像是赝品啊。我只是凭感觉判断，你再等等看。陈四爷，你怎么能听一个黄脸婆的鬼话？他懂什么古董？怕是连玉佩的材质都认不清吧？老糊涂了才会信他的鬼话。400万，还有没有人愿意出价？400万1次，400万2次，40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张浩先生拍得凤纹玉佩。支付成功。苏晴，你就算进了拍卖会又能如何？还不是没有实力竞价？别在这瞎掺和了，耽误陈四爷发财，你就是个祸害。就是，浩哥可是花400万拍下了慈禧太后的玉佩，这才叫实力，不像某些人只能坐在这里看别人出价。花400万买个假货还沾沾自喜，张浩啊张浩，你还是这么愚蠢。第2件拍品，乾隆御用万寿莲颜大吉葫芦瓶，起拍价30万，每次加价不低于5万。现在开始竞价。看着不像真的，这葫芦看着就不起眼，釉面发暗还有磨损，肯定是现代仿品。30万起拍我都嫌贵，不知道谁会花冤枉钱买这个假货。果然是乾隆皇帝的御用之物，釉色磨损，是岁月沉淀的痕迹，这可是比昨天那个香炉还值钱的珍品啊！乾隆御用万寿莲颜大吉葫芦瓶，起拍价30万，有没有贵宾愿意出价？谁要啊？一看这价，这明显是个赝品，肯定不会有人叫价。算了算了，我买了30万。浩哥眼光真好，就算是赝品，摆在家里也气派。某些人不是想捡漏吗？要是觉得这个瓷瓶是个宝贝的话，尽管跟价。苏晴，我看你就是不自量力，你以为混进拍卖会就了不起了呀？只能敢看不敢买，没这个实力的废物。就是浩哥，这拍品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，他一个什么世面都没见过的家庭主妇肯定看不懂。我看他就是过来凑个数，肯定不敢竞拍。苏晴姑娘，你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，都是些目光短浅之辈。陈四爷放心，我不在乎不重要的人怎么评价我。他们爱说就让他们说去吧。40万。40万，他出40万，40万买个破烂。40万，他疯了吧？花40万买个赝品？苏晴，你别在这捣乱了，
这个破瓷瓶根本不值这个价，你就算敢叫价，也付不出这个钱吧？你就是过来搅局的。苏晴姑娘，40万可不是小数目，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？多谢陈四爷好意，不过这区区的40万，我还是能拿得出来的。况且，我看那瓷瓶也是值这个价。40万1次，40万2次，4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苏女士拍得乾隆御用万寿连延大吉葫芦瓶。苏晴，你就是打肿脸充胖子，你拿得出这么多钱吗？到时候付不出那么多钱，你多丢人！不是想要看我付款吗？好，刷卡。支付成功，恭喜苏小姐拍的宝物。苏晴，你就是一个不懂鉴宝的一个家庭主妇，花40万买个赝品还沾沾自喜，我看你啊，就是被鬼迷了心窍。我买的是真品，只是你看不懂而已。反倒是某些人买了个假货，还在那里沾沾自喜。这可不是菜市场，随便谁都能买到真东西，靠的是眼力和实力。苏晴，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就赌咱们东西谁是真的。如果我的玉佩是真的，你的瓷瓶是假的，你输我100万；如果你的是真的，我的是假的，我输你100万，你敢不敢？张浩，100万不是个小数目，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陈四爷，这是我和他的事，您就别插手了。如果他有底线，他就敢接这个赌约。好，我就接了你这个赌约。不过，我们得找一个权威的公证人。正好本次拍卖会也请到了鉴宝界的泰斗刘立国大师，那我现在就去请他。听说你们要赌宝，把东西拿过来我看看。这凤纹玉佩是现代仿品，虽然玉质温润，但凤纹雕刻呆板，沁色也是人工做旧的，不值钱。怎么可能？我花400万拍下来的，怎么可能是假货？你输了。我没输呢，你的还没鉴定呢，说不定你也是假货。把另一件瓷瓶拿过来我看看。这是清代中期的瓷瓶，釉色温润，磨损自然，是件不错的古代瓷瓶，但算不上御用之物，市场价值大概50万左右。听到了没有？你这个瓷瓶就是古代普通的瓷瓶，根本不是乾隆的瓷瓶。你没赢，我也没赢，咱俩平局。刘大师，你再看看这个瓶子的底部，是不是有乾隆时期御用官窑的隐藏款式？这是乾隆用万款，用特殊工艺烧制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这确实是乾隆皇帝的御用之物，而且是万寿连延系列的珍品，市场价值至少600万，这翻倍都不止啊！小姑娘，你年纪轻轻，眼光却如此毒辣，连隐藏的暗款你都能发现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赌约该履行了。我算你狠，走。打个赌还不愿意兑现，真不是个男人。这样的人简直是个人渣。意料之中，他本就是个人渣。600万，苏晴小姐真是不简单呐！第一次出手就买了这样一个宝贝，连我这个天天跟古玩打交道的人都自愧不如。陈某佩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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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苏晴姑娘，600万，我现在就收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好。支付宝到账600万。吸收纯阳龙气，阳之眼升级，可百病不侵。阳之眼也升级，还是百病不侵。看来我这日子彻底要好起来。接下来我要好好找古董赚大钱了。之前古玩街李老太太家说还有不少老东西，先去她家看看。苏晴姑娘，
这就是我家了。之前我出摊的时候，都是捡着家里看着好一些的老物件拿的，剩下这些感觉破旧不太好的就没有拿。这些家具看起来都是实木的，看来这奶奶以前也算是有钱人家了。李奶奶，您家以前的时候是不是生活条件还挺好的？哎，是不错。我丈夫在世的时候是在镇子上做生意的，为了把孩子送出国呀，赚了不少钱。那您家有没有玉器一类的老东西啊？家里头还没有玉器之类的，倒是有个瓷器，就在这儿呢。那就是这个。这破碗呀，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。以前我们就是在家里放些针头线脑什么的，后来摔过一次，老头子说了，这东西卖到国外值不少钱呢。可这破碗哪有人要？你看看，还中意不？这哪是什么破碗，这是康熙皇帝的笔血。可惜缺了一块，暴殄天物啊！李奶奶，您这碗上缺了一块。哎呀，还在的。那这在的这个碎块啊，当时老头子不让我扔，我这一直留着呢。啊，李奶奶，这东西啊，我看着还行，可惜是碎的，而且你也看到了。这品相啊，瞧着实在是不怎么样。如果您愿意想出手的话，这价钱上可能不会太高。苏晴姑娘，这个东西啊，我也不懂。这个家里面呀，除了这个桌子、椅子啊之类的啊，其他的你要是想要什么，只要价钱差不多，我都愿意出手的。不过呀，老头子生前说过，这个碗啊，虽然是碎了，倒也还是值些钱的，你就看着给吧。这老太太倒也精明，自己不了解价格，只拿老头的话出来说事，完了还让我给个价。李奶奶，上次你给我的那套香炉啊，我看着还不错，确实啊，也是小赚了一笔。这次啊，也就一件，还是个碎的，要不然还是按上次的3500块钱给你，行吗？行，3500也行。3500呀，都快够我买出国的机票了。行，李奶奶，那我这就给您钱。哎，李奶奶，这是3500块钱，您拿好。哎，行，这以后啊，你要是还有什么想要的，随时来我们家寻。嗯，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嗯。这竟然是晚清时期八王爷的陪葬品，肯定也值不少钱。李奶奶，这块砖是什么来头啊？我怎么看着它跟别的一些砖不太一样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家里头以前好像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也没有什么印象。就是后来呀，这个地方的砖头裂了，我就寻摸着找个什么东西垫一垫，于是啊，在家里面犄角旮旯里面发现了它，放着一试，正好就这么放着了，都好几年了。这样吧，李奶奶，这块砖呀我要了，至于这个坑，明天我找一个小工来给您铺得平整一点。哎，不碍事，随后呀，我再随便找个东西垫垫就行了。这东西呀，你要是想要就拿去吧。那怎么行呢？这样吧，我给您500块钱，至于这钱啊，就当是明天我找小工来给您补这砖的工钱。那就谢谢苏晴姑娘了。苏小姐，好久不见了，今天这又是带来什么珍实宝贝啊？王老板，您看，这就是一个破碗呢。哟，不是，
看这器型，好像是一个笔洗。只是这品相差了点，碎了6块，又有修补。你看，这还有个缺口。王老板，您再仔细看看，尤其是这个瓶底的内侧。苏小姐，这是康熙年间的。对，这是康熙皇帝的御用笔洗，他当年在龙案前练字用的就是这一件。没错，胎质细腻紧实，釉色温润有包浆，特别是这隐藏的款式，这是康熙官窑独有的暗烧工艺，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。虽然有缺块，但是不影响它的价值啊！太棒了。王老板，您再看看这个。这玉石材质温润通透，带有一股沉郁的骨气，不像是凡品呐。王老板，您看看它的纹路。苏小姐，这不会是晚清王公贵族的陪葬品吧？是晚清八王爷的陪葬品，当年就垫在他的棺椁之下，这可是吸收了100年的地气。难怪这玉石材质稀有，又带有历史的厚重感，这在古玩市场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啊！王老板，那这2件宝贝能值多少钱？苏小姐，这一款康熙御用的笔洗虽然有残缺，但是价值也能值500万。这一款玉石枕头品相完好，材质稀有，能值300万。这2样东西800万我全收了，你看怎么样？王老板果然爽快，成交。好。支付宝到账800万元。苏小姐，你的眼光真是绝了，每一次都能带来惊世骇俗的宝贝，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。王老板，我只是运气好，碰巧遇到一些有缘的物件罢了。真是人没好运呢。从被扫地出门的家庭主妇，到现在手握千万，以前连一件超过500块钱的衣服都舍不得买，现在终于能给自己一个像样的家，要带花园的，要能看见风景的，以后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过日子。苏小姐，您看这套灵湖别墅，面积380平，带有60米的独立花园和双车位地下车库，是咱们小区最好的楼王户型，整个小区只有一套。确实看着不错。是也确实不错，它还带有精装修呢，连家具家电都赠送，全部都是进口大品牌。辛苦您，带我去实地看一下样板间吧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今天就能定。好嘞，苏小姐，您这边请，样板间随时可以参观。我再详细给您介绍一下物业服务。好。哟，这不是苏晴吗？真是稀奇啊！你这个净身出户的穷酸黄脸婆，怎么跑到御景庄园来了？是听说这里有免费茶水，来蹭水喝的？浩哥，你看她身上的破裙子，怕不是哪个地摊货淘的几10块钱的货吧？连个牌子都没有，也敢来这种高档售楼处？我看你就是来蹭空调过干瘾的吧？我要是他呀，早就找个地方钻进去了。这御景庄园可是对外开放的售楼处，难道只允许你们这种没有礼貌的人进来？我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来买豪宅的正经客户。你呢，只是被我扫地出门的黄脸婆。虽然你刚刚挣了点小钱，但这儿的房子可不是你能买得起的。别跟他浪费时间了，我们要看看最好的户型。这位先生，苏小姐是我们的客户，正在咨询咱们的楼王别墅项目。他咨询楼王？就他？浩哥，你听听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！哎，美女，跟他废什么话呀？我们要订那套灵湖的楼王别墅，全款买，赶紧过来给我们算账，我们今天就能订。没关系，在没有付费之前，谁都有权利看。不过，谁买得起，那就不一定了。
娇娇，这别墅800万，太贵了。最近公司资金紧张，我外面欠了好多外债，要不咱们先买套300万的小两室，等有了钱咱们再买，好不好？300万小两室，张浩，你耍我呢？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买，我就把你出轨、挪用公款、扣员工工资的事儿全发你公司的大群，再通知全部合作方。你小声点，这么多人听着，回家说好不好？谁跟你回家说？我不管，我就要那套别墅，到底买不买？怎么，把我扫地出门的前夫哥，难道是买不起房子？苏晴，你这个扫把星！要不是当初你跟我离婚，我公司资金能周转不开吗？你以为你捡漏赚了800万就了不起了？这御景庄园不但房子贵，物业费更贵，他们的物业可是最顶尖的，一年要100万物业费。你的钱买了房子还有钱交物业费吗？到时候交不起物业费、水电费就要被赶出去。我交不交得起物业费，买不买得起房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倒是你作为客户，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，还想在这里买房子，怕是连首付都付不起吧？先生，请注意您的言行，不要辱骂我们客户，否则我们将会请您离开。苏晴，你要有本事，现在把这个别墅买了。你要是有钱，现在刷卡给我们看。这套灵湖别墅我买了，全款。苏晴，你别吹牛了，你赚的800万只够买房子的，你哪还有钱交物业费啊？你以为我们会相信吗？对啊，刷卡吧，顺便把物业费也交了，先交5年的。好的，苏小姐。支付成功，金额1300万。我的天呀！全款800万加500万物业费，这姑娘也太有钱了吧！刚才那男的还诋毁人家，这回被打脸了吧？就是，自己连首付都付不起，还笑话别人，真是没脸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这么有钱？他不是才上800万吗？有些人啊，眼睛只长在头顶上，却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以后还是先要学会尊重别人，再来考虑买房吧。都怪你，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人！你要是不买一个比他还好的房子，我就把你做的所有首饰全部曝光！够了！你再闹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公司马上要倒闭了，你想买房？张浩，这就是你说的以后的家？80平的鸽子笼，还在这鸟不拉屎的城郊，周围连个像样的商场都没有。娇娇，你先别急啊，现在公司资金紧张，买房300万已经掏空了我所有存款，还是向朋友借了50万才凑齐的。咱们先住着，等以后公司资金周转好了，咱们立马换御景庄园的大别墅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张浩，3个月内凑不齐钱买大别墅，咱们俩没完。张总，这都3个月了，我们工资什么时候发呀？家里还等着钱交房租呢。是啊，张总，供应商那边天天催着货款，我们公司上实在没钱了，我们现在实在撑不下去了，只有辞职了。张总不好了，李娇娇把公司账上的钱全部给转走了，李娇娇跑到国外去了。贱人，李娇娇这个贱人，都怪她。苏小姐，夜深了，要不要再给您备点宵夜？不用了，您先下去休息吧。好的，苏小姐，您有事随时叫我。嗯。先生，请问你找谁？这里是私人住宅区，没有预约不能进入。我找苏晴，她是我前妻，你帮我通报一声，我找她有急事儿。苏小姐说了，不认识你，请你离开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哎，别，她真的是我前妻，我找她真的有事情，帮我通报一声吧。不行，快出去！你怎么来了？晴晴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都是被李娇娇那个贱人迷惑的，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张浩，曾经你跟我说过，我们2个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晴晴，是我以前做的不对，我不该出轨并且家暴你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现在公司马上就要倒闭了，李娇娇这个贱人也把我的钱给卷跑了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
张浩，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都是你咎由自取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劝你啊，还是走吧。晴晴，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你看你现在这么有钱，住那么好的别墅，你帮帮我吧，以后我当牛做马报答。还是走吧，别在这和我纠缠。苏晴，你别逼我，都是你逼我的。张浩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苏晴，我求你了，跟我复合吧！你只要跟我复合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保安，保安！哎，苏晴，别喊，别喊！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要不然你当初也不会那么伤心，是不是？走。晴晴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张浩，你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。别，晴晴，先别报警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好不好？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晴晴，我已经想好了，等咱们复婚以后，换我好好照顾你，再生个儿子。张浩，你怎么不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？我不可能跟你复婚的。你敢？给你脸不要脸是不是？张浩，你干什么？苏晴，这是你逼我的。你喝下了这杯水，马上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呀。这是阴阳眼的百病不侵，被彻底激活了。这药水里的东西对我根本没用。苏晴，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头晕眼花？我告诉你，等你睡熟了，你的钱、你的别墅以后都是咱们的了。在一起，张浩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曾经你是怎么把我扫地出门，怎么和李娇娇一起嘲讽我是穷酸黄脸婆的？你怎么没事？不可能啊！我下的是安眠药，就算是头牛也会晕倒啊！就这点小伎俩，你还想算计我？你还以为我还是曾经那个被你拿捏的苏晴吗？这不可能啊！难道我买的药是假药？自食恶果，怪不得别人。药没问题，你怎么会没事？喂，是110吗？我这里是御景庄园 A 栋3区，有人中毒晕倒了。这个人闯入到我的家里面，试图给我下药，结果自己中毒晕倒了，情况很危急，抓紧来吧。你对我有多好，现在就有多狼狈，这就是背叛和算计我的下场。患者服用过量安眠药，中毒较深，快，赶紧送进 ICU。苏女士，我们是辖区民警，麻烦你配合一下，做一下笔录，讲一下事情的经过。好，他是我的前夫张浩，今天晚上非法闯入我家里，还拿了掺了药的水让我喝，我没中招，结果他自己把剩下的药水都喝完了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。苏女士，这些我们会作为物证带回去化验，我们会依法处理。警官，我们可以证明，这位张先生是强行翻越围栏进来的。苏小姐之前叮嘱过，不允许他靠近别墅。我们家安装了全方位的监控，这里都有他犯罪的证据。如果你们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向警方提供。苏女士，张浩涉嫌非法入侵住宅，故意伤害。等他病情稳定后，就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好。如果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好。ICU 也好，坐牢也罢，都是他应得的。这个晦气的麻烦总算是解决掉了，接下来就该好好的赚钱。这世上的宝贝那么多，可不能浪费了这个阴阳眼。竟然是宋仁宗的御用瓷碗，宋代官窑的珍品。就准备用来装咸菜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姑娘，
你看啥呢？老板，我看你这碗有些年头了呀。是有点年头了。从我太爷爷那辈儿就开始卖腌菜了，这碗从他那时候就有了，一直传到我这儿。哎，正好，我们家缺一个腌咸菜的碗，你打算多少钱卖？这碗虽然有点旧啊，但怎么说也有快100多年了。你这样，一口价5000块钱，少1分都不卖啊。5000，这实在是也太贵了吧？你看你这碗又脏又破的，顶多也就是1000块钱，多1分也不行。1000块钱太少了，你这样，这碗怎么说也是个老物件，你再加点，3000块钱，否则免谈啊。算了，不值当，我再去别处看。1000就1000吧，今儿啊，算我倒霉。给你。1000元，拿好。真是个冤大头啊！一个破碗给我1000块钱，这城里姑娘怕是脑袋被门夹了吧？花1000块钱买个装咸菜的油污瓦，这碗天天装咸菜，狗都嫌脏，他还当个宝呢。管他呢，傻人有傻福呗。我白赚1000块钱，划算。也就是碰到个冤大头，换我才不买这破烂呢。哎呦，苏小姐，稀客呀！你今天又带了什么宝贝？王老板，你看看这个。这不就是个装咸菜的破碗吗？看着又脏又破。苏小姐，你别跟我开玩笑。你看这碗沾满油泥，釉色也看不清楚，看还有缺口，这就是农村家里常用的物件，顶多年头长了一点，值不了几个钱。王老板，先别着急下结论，您先洗洗看。我相信您的眼光，洗完之后您肯定会大吃一惊。行，那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洗完之后它就是个普通的碗，你也别失望啊。行，来。这碗洗干净之后，我天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这是宋代官窑还是仁宗的御用？苏小姐，你这是哪儿淘来的宝贝？我在街上的杂货铺里淘来的。我看老板啊用它来装咸菜，所以啊我花1000块钱把它给买下来了。1000块钱？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宋代官窑仁宗的瓷碗存世量极少，即便有点小磕碰也能值800万。王老板，这碗你要收了，能不能匀给我？我加价。李老板，虽然我跟苏小姐是老熟人，那也要征求苏小姐是不是同意卖给我。苏小姐，这个碗800万我收了，如果您嫌少，我再加50万。800万就行了。既然王老板那么爽快，那我也不墨迹了。等着。这是800万支票，随时可以兑现。苏小姐，你真是我的财神爷呀，每次都能给我带来惊喜。以后我再有好的物件，一定先想着王老板。谢谢谢谢。苏小姐的眼光也太毒辣了，这么脏的破碗，竟然是价值800万的珍品。苏小姐，陈四爷在门口说有要事找您，快请他进来。是。陈四爷，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里来了？快请坐。苏小姐，上次拍卖会你慧眼识珠，连琉璃国大师对你都赞不绝口，你的本事啊，我一直记在心里。陈四爷，谢谢你的夸奖，不过呀，我就是运气好了点。那可不是运气，我最近啊拿到个好机会，海外回流文物私洽会来的都是港澳台和海外的私藏大佬，还有不少失传的珍品。我想着你眼光毒辣，特意来邀你一起。海外回流，听着还挺有意思的。海外回流私洽会不公开拍卖，物品都是藏家私下议价，门槛极高。
我也是通过老关系才拿到2个名额。不过这些藏家大佬眼高于顶，你年纪轻，怕是会被轻视。你是否介意呀？介意谈不上，真金不怕火炼，藏品的真假跟年龄可没有关系。哎，你来看。陈四爷带个姑娘过来，这私洽会可不是什么过家家。她一个女人，懂什么叫文物吗？看这年纪轻轻的，怕是来长见识的。陈四爷这次估计要看走眼了。哼！现在的小姑娘总想着用脸混圈子，真正懂得鉴宝的有几个？陈四爷，别动怒，无妨。咱们去那边看看。苏小姐这一堆呢，都是海外淘回来的，就连专家都不敢保证它是真的，你们还有必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吗？竟然是唐寅晚年的真迹，可惜被当成了仿品。小姑娘，别白费力气了，这堆字画里要是有真迹，早就被人抢走了。苏小姐，私洽会时间宝贵，不如先去看看那边的官窑瓷器，比这堆字画靠谱多了。不必了，我就要这幅《西山余影图》，老板开个价吧。苏小姐，这画标注的是一次仿品，一口价800万，不议价。800万买副赝品，这姑娘脑子有病吧？啊！莫不是想炒作自己？可惜脑子有问题，选错了物件。苏小姐，800万不是小数目，你要不再确认一下？陈四爷，你放心，老板刷卡。陈四爷，你知不知道，如果这要是唐寅真迹，得价值多少钱？如果是唐寅的真迹，至少要1500万。要是送拍的话，可能价格会更高。苏小姐，莫非你是想……陈四爷，我想送拍，你相信我，我确信它就是唐寅真迹。好，我信你。下周正好有个拍卖会，我帮你联系。好。接下来这件拍品为海外回流的《西山余影图》，真伪还请各位自行判断。这件拍品由苏小姐委托送拍。主持人，我有异议。这幅画我在私洽会见过，这分明就是一堆破烂里面淘出来的赝品。苏小姐，你花800万买下这幅画，又拿出来拍卖，莫非苏小姐这是在炒作圈钱？就是，这画看着就有问题。苏小姐年纪轻轻，莫不是被人骗了而不自知，反而在这里误导大家？赵老板说的有道理，鉴宝不是儿戏，苏小姐还是让专家鉴定一下，以免闹笑话。既然大家有疑虑，那我们就请专家鉴定便是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好，那么有请鉴宝大师刘立国先生上台鉴宝。这是真迹啊，是唐寅晚年的力作。不可能，大师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这分明是赝品。我绝不会看错，这画的笔触苍劲有力，符合唐寅晚年的风格，而且右上角有隐藏的唐寅丝印，这是他独有的手法，墨色自然，包浆厚重，这绝对是真迹无疑。经刘大师鉴定，《西山余影图》确认为唐寅真迹，起拍价1000万，每次加价不少于100万。现在开始竞价。真迹可是难得的宝贝，1100万，1300万，1500万。小姑娘太邪门了，真让她捡漏了。运气好啊！1800万，1800万一次，1800万2次，180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先生拍得唐寅真迹。苏小姐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！800万买进，1800万卖出，净赚1000万。
你这眼力已经远超于业内老手了。苏小姐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，您不要放在心上，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。今后要有什么宝贝，想着点我啊。苏小姐年纪轻轻，剑谱功力如此深厚，真是古玩界的后起之秀啊！我想要你加入剑谱协会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多谢二位抬爱，不过我还是喜欢自由鉴宝，不想加入什么协会。至于好物件，有缘自会相见。苏小姐，你这古玩的鉴赏能力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！以后这古玩圈必有你一席之地。您过奖了，我呀就是运气好，再加上我这双眼睛还挺管用的。李奶奶，您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？我这个有个好东西，你过来看看吧。好，我尽快赶过去。慢走啊。李奶奶。哎呀，晴晴姑娘，可把你盼来了呀！不是出事儿了，是有好事要给你搭线。好事儿？您还会给我搭线啊？哎呀，在村西头啊，王老师家藏这个祖传玉璧，传了好几代了。他知道你识宝贝，托我问一问，愿不愿意去他家看看？要是看上的话，还想换个钱给儿子呀盖房子娶媳妇儿。李婶儿，这就是你说的城里来的鉴宝姑娘，看着挺年轻嘛。王老师家那块破石头，小时候我见过，灰扑扑的，还想卖钱。哎呀，你们懂什么呀？人晴晴姑娘眼光可毒了，值不值钱，人家看一眼就认得出来。李奶奶，您夸奖了。这样，咱们先去看看东西再说。行，走，我带你去。苏小姐，你可来了。哎呀，苏小姐，这乡下条件差，您别嫌弃哈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会嫌弃呢？王大叔，您说的那个玉器呢？哟，就这，我还以为啥宝贝呢，这不就是块破石头吗？王老师，你怕不是想钱想疯了吧？这玩意儿扔地上都没人要。苏小姐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呀！就这破石头能值几个钱呀？这苏小姐，这可是我家祖传的，我听我爹说他是从宫里出来的，我也不懂。如果苏小姐真的想要，最少50万，我儿子还等着钱盖房子呢。哎呀，当家的，你这要不再少点，别真把苏小姐给吓跑了呀！竟然是汉武帝的御用玉璧，这可是顶级的宝贝啊！50万，我买了。我的天哪，50万买块破石头，苏小姐这是有钱烧的吧？疯了，这钱还不如给我呢！当家的，苏小姐她真买呀！苏小姐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我现在就转账给你，你们给我写个收据就好。过去了。苏小姐，太感谢你了，你可是我家的大恩人呢。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，让我淘到这么好的物件。这位姑娘，你要修复什么呀？师傅，辛苦您帮我修复一下这个玉璧。就这玩意儿，这质地普通，做工粗糙，这修复啊，也没有什么价值。师傅，这看着就是块普通釉玉，还这么脏，修复费都比它本身值钱。小姑娘，你这破石头还拿来修复，纯属浪费钱呀！师傅，麻烦您清理一下表面的污垢，再看看。哎呀，这就是清理也没用啊！我劝你呀，还是别费这功夫。我这清理都是按件计费，你这块普通的玉璧，从修复到清理至少要2万。你确定要修复吗？
2万可以，麻烦您尽快。去，拿去我们的超声波清理仪，洗干净。这明明就是块破石头，还这么较真儿。师傅，您快来看呀！哎呀，叫什么叫？不就是块破？这是和田羊脂玉啊！这雕刻工艺，这是汉代皇家风格呀！这龙纹的走向，还有这边缘龙纹的曲形，这和博物馆里汉代御用的玉器一模一样。我的天，这么好的和田羊脂玉，刚才竟然看成了普通石头，这雕工也太精湛了。苏小姐，刚才真是不好意思，是我有眼无珠，这玉璧可是稀世珍品呐。这样我亲自给您修复，保证啊还原它的原本品相，给您打5折，给1万就行。麻烦师傅用心修复。放心，我一定拿出最高水平。还真是好东西啊！苏小姐，您看，完美修复，这质地，这放在现在的玉石当中，那也是顶级了呀。苏小姐，您这汉代御用和田羊脂玉璧，您出不出？我愿意出2000万，我出2100万。啊，二位，这块玉璧我要定了。陈四爷，陈四爷，你也要抢？不是抢，我跟苏小姐早有约定，她有什么好东西先给我留着。这块汉代御用和田羊脂玉璧，苏小姐，你真是每次都给我惊喜。陈四爷，您这消息得到的还挺灵通的。这玉璧修复完成的消息，古玩圈早都传开了。我出价2300万，怎么样？这下没戏了。这个价钱绝对公道。成交。好。2300万随时兑现。50万买入，2300万卖出，净赚2250万，这比买值了。苏小姐，每次你都给我带来惊喜，这次我也给你带来惊喜。哦，陈四爷，您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啊？跟我去个地方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苏小姐，这就是我给你的惊喜，全国顶尖拍卖会的预展，来的非富即贵，展出的这也是各地搜罗来的硬货。光是这气场，就比之前的私洽会足多了。哎，那不是陈四爷吗？怎么带了个小姑娘过来？看着面生的很，怕不是来蹭热度的吧？听说最近古玩圈冒出来一个靠捡漏发家的女子，不会就是她吧？那捡漏能当饭吃啊！要是真是懂行，也不会现在才混到这种高端场所。哎，你看，哟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苏小姐吗？久仰。听说你靠捡漏赚了不少钱，是不是今天也想在这预展上捡个便宜啊？哎，可惜啊，这里可不是菜市场的咸菜缸子，没有那么多漏给你捡。赵公子所言极是啊，我看就是这女人捡便宜没够。陈四爷，咱们去那边看看吧。怎么，被我说中了，不敢搭话了是吧？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开这里，这里的东西动辄上千万，根本不是你这种野公子能碰的，小心看走眼闹笑话。赵公子，说话注意分寸。苏小姐鉴定可比你想象的厉害多。陈四爷，你怎么一把年纪了还护着她呀？捡漏，他靠的是运气，要真论鉴宝功力，他连我们家老爷子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竟然是乾隆朝的宫廷珐琅彩，这宝贝怎么会被当成民国的仿品呢？怎么？苏小姐不会是看上这件仿品了吧？我跟你说，我都找人看过了，专家说做工粗糙，釉色不均，是一件民国时期的劣质仿品，送人都没人要。你如果真的想要，给你找个一模一样的，500块都花不了。
东西的好坏不是靠标签和别人的嘴说的。你不会真把这瓶子当成宝贝了吧？我看你是捡漏捡上瘾了是吧？连仿品都当成宝了。行，我都要看看，待会儿你敢不敢把它拍下来？接下来这件拍品标注为民国仿乾隆珐琅彩瓶，釉色独特，工艺有一定的年代感，起拍价50万，每手加价不低于5万。现在开始竞价。民国时期的仿品也敢卖这么高的价格，主办方真是想钱想疯了。就是这工艺还不如我家收藏民国瓷碗，谁会花这冤枉钱？我跟你说吧，没人会要这破碗。某些人要是真有眼光，怎么会没有人跟你一起抢啊？一个个的还自诩是收藏名家，真家伙就在面前还没认出来，一群只会趋炎附势、没有一点眼光的家伙。60万，苏老板出价60万，还有没有人愿意加价的？60万第一次。苏强，你是真傻还是装疯啊？50万都没人拍的东西，你花60万买？我看你是捡漏赚的钱太多了，烧得慌，没地方花了。我愿意花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比起某些人只会在这里说风凉话强。好，你有种，我倒要看看这60万你花的到底能不能买一个真宝贝。我要跟你打赌，这些东西要是真的，直播持平；要是假的，你就当着众人的面给我道歉，然后承认自己只是靠运气捡漏的骗子。拭目以待。60万2次，6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苏小姐拍得珐琅彩瓶。等着看吧，等一会儿鉴定结果出来是仿品，看你怎么下台。苏小姐，你心里有数就好。一会儿如果发生争议，我会替你说话。陈四爷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苏强，你赶紧让专家鉴定啊！我都准备好直播，就等着持平呢。你可别不敢鉴定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认怂给我道歉还来得及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要有请我们的鉴宝界泰斗刘立国先生上台，在现场为大家进行鉴定。这瓶子有点意思。刘大师，你就别浪费时间了，这东西就是个民国仿品，他花60万买下来就是个笑话。这乾隆御制，字体规范，刻工精湛，是官窑特有的工艺。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，这不是民国的仿品，而是货真价实的乾隆御用珐琅彩真品，存世量不足5件，市场价值至少3500万。苏小姐，我出3200万，你把瓶子卖给我吧。我出3400万，3500万，我出3500万，3500万成交。这，苏小姐，这是3500万支票，你收好。60万买入，3500万卖出，这双阴阳眼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你输了。刚刚还说要直播持平，现在傻眼了吗？无知者无畏，人家苏小姐是真有眼光，她就是个跳梁小丑。哈哈哈哈！赵公子，你刚才不是说，如果这件拍品是真的，你就直播把它吃了吗？到你履行承诺了。我苏小姐，对不起啊，之前是我小看你了。苏小姐，3500万，这足以让你在古玩圈站稳脚跟，以后再也没人敢说你靠运气了。我不过就是做了我该做的事。苏小姐，以后有好东西一定要想着我呀。苏小姐，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的收藏协会，担任名誉会长。苏晴，她就是围着我转的黄脸婆，她的钱本来就是属于我的。苏晴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苏晴，你的钱都是我的。
浩这个阴魂不散的东西，竟然敢深夜闯进来偷东西，还真是找死！激活幻象之术。妖怪，妖怪，别碰我，别碰我！就这点胆量，还想来偷我的东西，祖宗！苏小姐，让你受惊了。张浩已经被我们送去警局，以后我们会加强管控。张浩这次是被吓破了胆，但难保他不会再找帮手。升级安保才能永绝后患。你借阴之灵气激发阴之眼潜能，阴之眼再次升级，解锁催眠技能，可操控他人意识。催眠技能？你现在觉得有点困，想坐在沙发上休息1分钟。真的能催眠？看来以后遇到张浩这样的问题，就能够轻松的解决了。苏小姐，我刚才怎么突然想休息了？没事儿，可能是你有点累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我的阴之眼真是越来越厉害了，有这双眼睛不断的赚钱，还能让那些算计我的人自食恶果。这苏晴不过是半路出家的黄毛丫头，靠着点幸运捡漏，竟然在这个圈里名声噪起。咱们混了几十年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运气，我看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。今天非得让他知道，古玩界不是那么好混的，真本事不是靠一双眼睛就能有的。都安排好了。这高仿三彩马做的天衣无缝，釉色造型都仿得十足，就连业内老手都难辨出真假。她一个小姑娘，必在无疑。三彩马看着真地道，形态饱满，釉色鲜亮，莫不是真的唐代真品？看着像那么回事儿，但是唐代三彩存世量少，这么完整的可不多见。咱们还是得请行家看一下。这匹三彩马是我托朋友从海外收回的，自认唐代珍品，主要是请大家品鉴品鉴。说到鉴宝，最近咱们圈里出了一个神童，苏晴小姐年纪轻轻，慧眼识珠，不如让苏小姐给大家说道说道。是啊，苏小姐，你目光毒辣，就帮大家看看这个马是不是真的宝贝啊？让我们几个老家伙也学学年轻人的本事嘛。别藏着掖着，看不准也没问题，我们不笑话你，毕竟你经验浅，栽个跟头也正常。既然王会长、李老、张老这么抬爱，那我就献丑了。左眼无黑气，不是迷气；右眼无金光，不是真品。看来这所谓的唐代三彩马果然是有问题啊！苏小姐，怎么样？看出点门道没有？这釉色，这造型，是不是挑不出毛病？我就说嘛，这是货真价实的唐代珍品。苏小姐，你要是看不准，就直说吧，我们不会怪你的。这匹三彩马，它是高仿品，
不是唐代珍品。这匹三彩马是高仿品，不是唐代珍品。什么？高仿品？王会长他们说是真品啊！苏小姐是不是看错了？这马挺真的。只人看出来了，这不可能，这仿品做的和真的一模一样啊！苏小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你说它是高仿，你有什么依据？我们3个老家伙认定的真品，难道我们几十年的经验还不如你那一双眼？就是，今天你必须说出来个1、2、3来，不然你走不出这个门。你这是在污蔑我们的藏品，坏我们的名声。我说是假的，它就是假的。3位可都是圈里的前辈，难道说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？还是说你们早就知道它是高仿品，故意拿出来试探我呢？苏小姐这么一说，我才发现这釉色太鲜亮了，跟我在博物馆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对，你看它落款很新，边缘没有磨损。苏小姐说的对，这就是仿品。没想到苏小姐眼光这么准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也不知道这3个大师是什么眼光。苏小姐，你不光眼光准，分析能力也超出我的预想。确实，这是我们设的一个局。本想用这高仿的3彩马，让你栽个跟头，丢丢脸面，但实在是没想到，苏小姐不用借助任何专用工具，一双眼睛就能辨出物件的真假。老朽真是佩服佩服。是我们小肚鸡肠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这次我们彻底服气了，以后再也不敢质疑你的本事了。这3位大佬真是没风度，竟然为难一个小姑娘。苏小姐不仅没被难住，还当场拆穿了骗局，真是太厉害了，这才是真本事。苏小姐，干得好！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。竟是良渚玉琮，竟被当成普通石头摆卖着。姑娘，你看上什么了呀？这些啊，都是我从老宅子地窖里翻出来的，便宜卖。大爷，我看这石头还挺沉的啊，这啥玩意儿？这谁知道呀？在土里埋了几十年了，挖出来就是这模样，摸着呀硬邦邦的，也没啥用。你要是喜欢呀，随便给点钱拿去就是，在我这儿也是占地方。大爷，你看啊，你这石头啊又糙又裂，这样正好，我们家里那盆花需要一个压盆石，500块钱，我买了行不？不行，500块也太少了，这起码也是个老石头呀，最少得2万。2万啊？不行，这太贵了吧？15000，最低15000，家里边的孩子呀也等着凑学费呢。
1万块，1分不多。我买回去啊，就是当个压盆使用。行，那就1万。得嘞。哎，这城里姑娘是不是傻呀？花1万块钱买个破石头，她脑袋是不是被门夹了？就是，这老王运气真好，碰见个冤大头。这破石头扔到地上也没人捡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古玉鉴定讲究的是一个包浆还有沁色工艺。就像这块玉佩一样，包浆温润，而且啊气色很自然，这一看就是真东西。不像现在有些年轻人呐，这不懂装懂，拿着块破石头就当宝贝，还真是可笑。哼，哟，苏小姐来了，我们正听博物馆的林教授讲课呢。苏小姐手里拎的是什么宝贝啊？我最近啊淘了块玉，还请大家帮忙看看。不是，姑娘，就这，你管它是玉吗？我劝你啊，别浪费时间了。你看这个东西，它表面粗糙，一点古玉的包浆都没有，而且这纹路呆板，这一看呀，就是现代机器呀雕刻出来的仿品，顶多呀值50块钱就。切，林教授说的对，这玉看着太假了，一点光泽都没有。苏小姐这次怕是看走眼了吧？花多少钱买的？林教授，这就是我给你经常提起的苏晴苏小姐，可是咱们郑城的古玩新秀啊，从来没走过眼。那是之前她幸运，就这块破东西拿着去当古玉，被人忽悠了。林教授，话不要说得太满。这玉虽然看着粗糙，但它确实是良渚玉丛。哎，姑娘，我研究古玉几十年了，什么样的良渚玉丛我没有见过？这良渚玉丛啊，最重要的就是神人兽面纹。这块破石头跟那神人兽面纹呐，压根儿啊它就不沾关系。哎，你管这叫古玉？这简直啊是对玉的亵渎，知道吗？既然林教授这么笃定的话，那不如我们一起打个赌吧。我赢的话，您公开给我道歉；如果我输了，我赔你10万。好，赌就赌，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专业，好让你死心，省得以后啊拿着这些东西啊招摇撞骗。林教授，这确实是现代仿品。你看这纹路，明显是机器雕刻的，边缘处都没打磨光滑。看到了吧？专业人士一眼就能看穿。不过既然打赌了，我就满足你，让这机器啊给你最后一击。开始检测吧。等会儿结果出来，看你们还怎么嚣张。林教授，数据显示这块玉距今4500年，符合良渚晚期的特征。不可能，这肯定是仪器出了问题，我要亲自再检测一次。这是这是神人兽面纹的简化刻痕，还有祭祀符号，这真是良渚晚期的王室祭祀重器9节玉琮。这竟然是真的！苏小姐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么不起眼的玉块，竟然是国宝！苏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以貌取人了。我向你郑重道歉，你的眼光远超于我这个研究几十年的老骨头啊！林教授，你言重了。苏小姐，这良渚9节玉琮
是极其罕见的国宝，对研究良渚文化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我代表博物馆向您收购这件玉琮，我愿意出1亿，这是我们博物馆能拿出最高的诚意，希望你能考虑一下。林教授，我收藏古玩不是为了赚钱，这玉琮啊，本来就是国宝级别的，放在博物馆里最合适不过了。1亿元卖给你吧。太好了，苏小姐，感谢你对文化传承做出的贡献。这是1亿支票，请先收下。哎，以后有这种好事儿，可得先想着我呀！您的眼光可真是太毒辣了。以前还觉得苏小姐就是靠运气，现在才知道这是真本事，不服不行啊！苏小姐，以后但凡有古玩鉴定方面的，可以随时找我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多谢林教授。阴阳眼还真是给力，不但让我赚钱，还能为保护国宝出一份力。看来我还要加快速度，继续挖掘更多被埋没的宝贝。喂，陈四爷。苏晴姑娘，我有个老友举办了个收藏博物馆，你有兴趣来看看吗？好啊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欢迎大家来我的私人博物馆参观。私人宾客展就是这样鱼龙混杂，真正的精品都进了博物馆和大拍卖行。这些东西看着花里胡哨，十有八九是赝品，无非是宾客自娱自乐罢了。魏老说的是，您是鉴宝界的权威，您说的准没错。不是我吹，看文物我一眼就能辨真假，在这圈里逃过我眼睛的赝品没有几件。是这个魏老啊，仗着有点资历，一向目中无人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无妨，咱们看咱们的。竟然是光绪帝御用的鼻烟壶，而且品相还这么完好，竟然被当成普通物件摆放。怎么，小姑娘，看上这件普通的鼻烟壶了？我劝你别浪费时间，这种民间常见的仿品，工艺粗糙，用材普通，放在家里都嫌占地方，没有什么收藏价值。我看着倒像是真的。真的？小姑娘，怕是你没见过真正的清代鼻烟壶吧？像这种平平无奇，根本不可能是真的。我敢打包票，这绝对是件赝品。魏老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是我家祖传的东西，在我这儿可是个念想。长老，不是我说你这些藏品啊，最多充个数，真要论价值还差得远。这件鼻烟壶要是真的，我当场给你磕仨头。赵老，我看中了您这鼻烟壶，请问您是否愿意割爱？这东西我也不知道什么价值，既然苏小姐喜欢，我也不漫天要价，一口价5000万吧。5000万？赵老，你是想钱想疯了吧？就这套破鼻烟壶，
5000块都多。苏小姐，你可别被他忽悠了，5000万买件赝品，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。5000万买普通鼻烟壶，这也太离谱了。魏老都说是假的，这苏小姐怕不是一时冲动。年轻人就是容易被表象迷惑，这钱花得太冤枉了。苏小姐，5000万不是小数目，你要不再确认确认？赵老，5000万实在是太高了，我最多出3000万。这物件在别人眼里可能不值钱，但是我是真心的喜欢。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转账。行，3000万就3000万，我相信苏小姐的眼光，总比放在这里没人识货强。好，我给您转账。好了，3000万收到了，我这就给你把鼻烟壶拿出来。苏小姐，我倒要看看，你这3000万花出去了，鉴定结果到时候是个赝品，最后怎么收场？正好，我认识一个鉴宝大师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过来。喂，刘老。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宝贝，需要您帮忙过来鉴定一下。我在城东赵老的私人博物馆里。哦，好，我等您。我已经给鉴宝大师刘立国打电话了，他一会儿就过来。苏小姐，我倒要看看，一会儿你怎么面对这赝品的事实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苏青姑娘，是有宝贝需要我鉴定吗？刘大师，您可来了。苏小姐拿3000万买的这套普通鼻烟壶，还说是什么真品，我让您过来评评理，揭穿这赝品的真面目。苏小姐，我看看。刘大师，请便。这根本不是普通物件，更不是赝品。刘大师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这东西平平无奇，怎么可能是真品？我怎么可能看错？这件鼻烟壶正是光绪皇帝的御用之物，壶身的图案看似普通，实则是宫廷画师手绘，颜料都是当年的御用矿料，釉色温润，包浆自然。而且这件壶的底部有光绪年制专属款式，是清代官窑特制的真品，市值3个亿。哇！更为难得的是，这件鼻烟壶保存得如此完好，在现存的清代御用鼻烟壶中，绝对是孤品，价值连城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明明平平无奇的东西，怎么会是真品？我看就是仿品。魏老，刘大师已经鉴定为真品了，您还不愿意相信吗？眼拙，我眼拙呀！苏小姐，我一直想收藏一套清代帝王御用鼻烟壶，可惜多年来一直未能如愿。您这套鼻烟壶，我愿意出价3个亿，您可愿意？
3亿，价值3个亿，我这是看走了什么眼了？3亿啊，确实是一个有诚意的价格，成交。好。苏小姐，这是3亿的支票，随时可以兑现。苏小姐，你这眼力简直是神了呀！3000万买进，3亿卖出，净赚2.7亿，这就是古玩圈的传奇。苏小姐，你的鉴宝本事真是越来越让人佩服了。以后这古玩圈啊，你就是真正的领军人物。赵老，是我有眼无珠。之前多有冒犯，我给您道歉。苏小姐，我也给您道歉。以后我再也不敢妄下断言。您的鉴宝眼光，我心服口服。古玩鉴定平等，不光是资历，更重要的是要有眼光和敬畏之心。哎，这破玩意儿收的时候花了5万。找了3个专家看，都说不值钱。哎，釉色发乌，还缺块，还占地方，砸了一了百了。三哥说的对，这破瓶子当个装饰都寒碜，砸了省事儿。就是，苏小姐要在这儿，说不定还能当个宝贝捡走。她不是专捡破烂的吗？这是赵匡胤皇帝的御用物品，就口沿一点残损，太可惜了。哎，等等，先别砸。哟，这不咱们古玩圈的捡漏女王苏小姐吗？怎么着，破瓷片也入了眼啊？您这是捡漏，捡傻了吧？连垃圾都不放过呀？我看着这瓶子还挺有眼缘的，你出个价吧。有眼缘，行啊。我收的时候花了5万，你给100万，这玩意儿就归你。反正砸了也可惜，坑你一把。三哥狠，花100万买个破瓷瓶。也就苏小姐这个冤大头愿意买。苏小姐，别傻了，这东西500块都不值。100万，这瓶子我拿走，手机转账。啊！你当真买？你别后悔。后悔的可不是我。哦，这苏强怕不是捡漏捡傻了？100万买个破瓶子，等着看他笑话。哎，你这是不是卖亏了？苏小姐眼光那么毒。亏啥？一个破瓶子换100万，哼，赚翻了。他就是钱多，烧得慌。姑娘，这是啥呀？破瓷片？我们不修这玩意儿，没价值。师傅，辛苦您用，传统工艺无痕修复，多少钱我都可以。苏小姐，您这是在哪淘的破烂？釉色都掉了，口沿还缺块，这修复的价钱都比它本身高。我说姑娘，别浪费钱了，这瓷瓶啊，就是普通民窑的残次品，修了都没人要。唉，
您要是实在想修的话，我给您用胶水沾沾，收您500块，多了不值当。师傅不用胶水，就要无痕修复。我相信它是一个好东西，您费心试试。哎，这摸着手感倒有点温润，不像是普通民谣啊。师傅，那就麻烦你了。行，我试试。这瓷瓶，这釉色、胎质，不像是普通民窑。陈四爷，您再看看这口沿，我用传统石膏补胎，用原矿釉料补的色，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。凤华，这是北宋汝窑系官窑的专属款式。赵匡胤皇帝，这是当年送给赵匡胤皇帝的物件。赵匡胤的物件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以为是个破瓷片儿。什么？你说这是破瓷片？北宋汝窑系官窑的贯耳瓶，存世不足3件，估值至少15亿。啊！15亿！接下来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拍品，为北宋汝窑系官窑贯耳瓶，修复完整，品相完好，存世罕见，起拍价5亿，每次加价不少于5000万。现在开始竞价。8亿、10亿、15亿。苏小姐，这件宝贝能够重见光彩，全靠你的坚持和眼光啊！我只是不想让好东西被埋没。15亿，这位先生出价15亿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20亿，20亿，20亿1次，20亿2次，20亿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先生拍得此宝。接下来有请这件宝贝原主人苏小姐上台致辞，有请。我宣布，用这20亿的拍卖款，成立一个古艺专项修复基金，专门资助传统文化工艺修复传承，抢救更多濒临残损的古瓷。羊之眼升级可神龙护体，抵御有心之人的侵犯。羊之眼又升级了，还是神龙护体。苏强，你把我的瓷瓶还给我，那是我的，当初我被猪油蒙了心才卖给你的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这人怎么被弹飞了？就是，我怎么感觉这个人一碰到苏小姐就飞出去了？那是苏小姐有菩萨保佑。买卖自愿，后悔无用。而且我已经将这20亿用在更好的地方。哎，这破铜烂铁，埋地下得几10年了吧，锈的都不成样了都。
看着挺沉，估摸着能卖俩钱。老黑刚才来过，说按废铜价收15000。咱哥俩分了，换酒喝。战国巫祝的祭祀重器，竟然被当作废铜卖了，太可惜了。哎，等等，这废铜我要了。小姑娘，你凑啥热闹啊？这东西又旧又沉，还占地方，15000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！哟，这不是捡漏女王吗？怎么改行收废铜了？这废铜我定了15000，你别来抢我生意。他们还没有卖给你，我出3万，按废铜的回收价翻倍。这些我收了。哎，3万，比老黑给的多1倍，卖它。不行，我先预定的。小姑娘，你别以为有俩钱就可以抬价，这废铜根本不值3万，你被他们坑了。老黑，你这给了15000，人家给了3万，那肯定是谁给的价高给谁呀？你俩傻呀？这废铜顶多值2万，他是想炒作，等他发现了是废铜，哭都来不及。转账还是现金？我现在就可以转。转账。呸！等着瞧，花3万买堆废铜，迟早后悔。后悔的人从来都不是我。帅哥，看看这个。哟，王老板，苏小姐，看看这个。你怎么？哎呦，这你是哪儿倒腾的这废铜烂铁？哎呦，都锈成这样了！哎呀，这不就是工地上随处可见的废铜烂铁吗？你花了多少钱？3万。3万？苏姑娘，这次你肯定看走眼了，这就是普通的废铜。哎，你要拿去卖废品啊，可能会有人买。你要非说它是文物，恐怕没人相信。这样，苏小姐，我先把它清理出来，然后咱们再做判断，你看如何？好。啊。这里面有字啊！这是巫祝祭祀的铭文，我在博物馆的资料里见过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废铜烂铁啊，这是古代祭祀的冥器啊！铭文？真的假的？这破铁里面居然有铭文？错不了，这铭文记载的是祭祀的流程，上面还有诸侯国巫祝的名字。这是战国时期的物品，太罕见了，至少价值30个亿。苏小姐打不打算出手？我出30亿，这神树我要了。魏老、李老、陈老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刚好路过，看见苏姑娘也在这儿，就知道有什么宝贝被你发现了。我出35亿。李老，你可别跟我争，40亿再加10亿，50亿。苏小姐，这个东西50亿我收了。陈四爷，你说说，每次总是用经济碾压我们。就是。价高者得嘛。陈四爷，50亿成交。成交。3万换50亿，这暴富的感觉未免也太爽了。
隋代王妃的魂瓶，还是秘色瓷冥器，竟然被当成破瓶子扔在这儿。姑娘，看上这破瓶子了？这可是我收旧货时顺带拿来的，正经老物件。这看着确实挺有年代感的哈。你打算怎么卖？5万，这可是老物件，虽然有裂纹，但也比普通杂物值钱。老贾，你抢钱呢？这破瓶子釉色都掉了，裂纹那么深，顶多值500。哎，姑娘别上当，他就是平常捡漏捡多了，这种残次品都拿来当宝贝，纯属人傻钱多。我看纯属现代仿制的劣质瓷，摆在家里都嫌磕碜，800都嫌贵。切，5万实在是太多了。哎，你看看你这个瓶子都裂了，这裂痕贯穿全身，一碰我都怕碎。2000块钱，多1分我都不带犹豫的。能卖2000也不亏啊。行，2000就2000，今天开门第一单，算我吃亏。得嘞。姑娘，等着后悔吧，2000块买个破瓷片儿。这年头傻子可真多，难怪老贾能赚钱。谁后悔还不一定呢。麻烦用最高标准修复这个瓷瓶，费用不限。苏小姐，您这瓷瓶是民窑次品呀。您瞧，这裂纹贯穿瓶身，釉色严重脱落，根本没法修复。这修复费呀，比它本身值钱，没必要瞎折腾。周师傅说的对啊，苏小姐，您这次怕是看走眼了。这陶瓷工艺一看就粗糙的很，这一看就是现代仿品，修了也白修。哎，这瓶子确实不值得修。苏小姐怎么会看上这种东西啊？师傅，我相信它的价值，按最高标准进行修复，多少钱我都会付的。行吧，苏小姐是我们的老客户了，我就按您说的做。没准儿这清理出来呀，还真是我们看走了眼。哈哈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苏小姐啊！听说你在跳蚤市场花2000块钱买了个宝贝，我特意来看看。就这破青瓷还想修复？秘色瓷在隋代几乎无存，就算是有，像这种带贯穿裂纹的残次品，100%也是现代仿品。釉色不均，做工粗糙，就连最基本的古瓷包浆都没有。苏小姐，你无非就是靠运气捡了几次漏啊，还真把自己当鉴宝大师了。无非就是靠炒作博眼球，根本不懂古瓷。鞋，这是什么？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镇魂符文，失传千年的古符文，专门用于皇室冥器镇魂。我只在古籍里见过这种记载。这瓷器绝对不是普通瓷器，更不是仿品，这是施大师的古器呀！不可能！这不过是些乱七八糟的纹路，怎么可能是镇魂符文？你肯定是看错了。
釉色与瓷体完全融合，手感犹如凝脂。这是失传的秘色釉国体工艺，只有隋代、皇室、官窑才可以用啊。就算是有符文和工艺，它也不可能是隋代的，有可能是后人仿的古工艺。马教授，你来看看，碳14检测显示，这瓷瓶距今约1400年，正好是隋代。这镇魂符文的刻法根本模仿不来。苏小姐，我出800万，这瓶子我要了。抱歉，我不打算卖。这瓷魂瓶的价值不在于钱。就算是隋代的，哼，这么多裂痕呢，价值也是有限。马教授，你懂什么？这种级别的秘色瓷魂瓶，即便有残损，那也是国宝啊！完整的隋代秘色瓷，存世不足3件。这瓷瓶即便有裂痕，市值也不少于5个亿。喂，你好，我这里有一件隋代秘色瓷魂瓶，想委托贵方参加下个月的国际拍卖会。对，是隋代皇室官窑的，有镇魂符文和秘色釉国体工艺。好，我等您派人来跟我对接。马教授，文物鉴定靠的是尊重历史和专业态度，而不是靠盲目的否定和权威的压制。哎，苏小姐，给个联系方式呗，下次有好东西记得叫我。苏小姐，拍卖会带我长长见识。好。华国古玩圈是越来越要搞噱头了。隋代秘色瓷早在1000年前就已绝迹，如今全世界博物馆加起来不足3件。苏小姐手里这只带着贯穿裂纹的，大概率是高仿品，顶多值100万。小野先生说的对，这种残次品还拿来国际拍卖会，简直是浪费大家时间。我们绝对不会参与这种炒作式竞价，谁买谁上当。苏小姐之前的眼光有目共睹，怎么可能拿仿品来丢人？之前数据能造假，说不定这次也是自导自演的。隋代陶瓷怎么会这么容易现身？还是小野先生眼光毒辣呀！我早就觉得这瓷瓶有问题。你们看这底部裂纹多明显啊！这分明呀就是现代做旧的手法。各位贵宾，这是苏小姐提供的碳14检测报告和釉层分析数据，均显示该瓷器来自1400年前，符合隋代特征。数据能造假，说不定是拍卖行和苏小姐串通好的。再逼真的仿品也逃不出行家的眼睛，我倒要看看谁愿意花大价钱买一个假货。接下来开始竞拍隋代秘色瓷魂瓶，起拍价1个亿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万。现在开始竞拍。苏小姐，我出100万，你呀就别再拿着仿品继续糊弄人了。这符文是隋代巫祝专用，现代技术根本就模仿不出来。你胡说啊！谁知道是不是后刻上去的？现在激光雕刻技术这么发达，仿个古文还不是很简单？让我看看，说不定是用染料画的，一擦就掉。大家看，这符文边缘的包浆自然温润，和瓶身整体包浆一致，绝对是隋代的铜器雕刻、后刻和激光雕刻，绝对没有这种历史遗留的痕迹。还真是啊，肯定就是真的。我看这小野一郎啊，就是看走了眼。华国的宝贝，他一个倭国人，就是故意贬低，好借机捡漏。哼！隋代秘色瓷魂瓶，起拍价1个亿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万。现在开始竞拍。
10亿，直接出10亿，周先生，这是势在必得啊！不愧是顶级藏家，出手就是不一样。华国人就是爱逞强。20亿，这小野一郎之前说人家仿品，现在抢着出价，脸皮也太厚了。还不是看那符文是真的，想趁机捡漏，哪有那么好的事情？这小野一郎倒是挺会死撑啊！真金不怕火炼，国宝的价值不是靠赌气就能衡量的。30亿，40亿，我就不信啊，这魂瓶还能再涨。趋炎附势的货色，也敢觊觎国宝？王坤先生出价40亿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45亿，80亿，80亿，这怎么可能啊？真正的国宝是用来传承的，不是你们这些人跟风炒作、妄图投机的人所能拥有的。这些历史的价值，你们懂吗？只知道盲目的抬价，简直是对国宝的亵渎。你胡说！我有的是钱，有钱不代表有资格。你今天就算把价格抬到天上去，也改变不了你不懂敬畏、只想炫耀的本质。周先生说的太好了，这才是一个藏家该有的气度。周先生出价80亿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80亿一次。90亿。疯了吧？90亿买一个带裂纹的魂瓶，这已经超出收藏价值了呀！这哪是收藏，这分明是赌气！小野一郎这是彻底被激怒了。这他妈小野一郎，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不管他加多少，这魂瓶真假早已定论，最后输的只会是他自己。小野一郎出价90亿，90亿一次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100亿。我加价不是为了跟谁赌气，而是为了让这国宝留在我们华人手中。它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瑰宝，绝不能流落海外，更不能落入不懂珍惜人的手里。100亿。周先生出价100亿，100亿一次，100亿2次，100亿3次，成交！恭喜周先生拍得随带秘色瓷魂瓶，让我们用热烈掌声祝贺国宝留在华夏。好。原来苏小姐眼光这么准呀！哎，我之前真是有眼无珠啊。是啊，我再也不敢质疑苏小姐的鉴宝能力了，这才是真正的鉴宝大师啊！怎么会？我怎么会输？这阴阳眼太厉害了，从扫地出门的家庭主妇到如今身价过100亿，这一切都离不开他。以后我还是要用这双眼睛发掘更多被埋没的国宝，让他们重现光彩。苏小姐，恭喜你，这100亿的成交价，让你的身价又上了一个台阶。这是国宝的价值，我只不过是运气好，能发现它而已。苏小姐，多谢你慧眼识珠，让这件国宝不至于被埋没。若不是你的坚持，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见到随带秘色瓷魂瓶的真容。周先生，这都是您的功劳。如果不是您，我们这个宝物就会流落到海外。是您把它留在了家乡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这年头真是人比人得死。那苏晴以前就是个家庭主妇，现在居然成了100亿富豪，还花钱修文物。你说什么？他有100亿资产？你疯了吧？全城都知道他苏晴一路靠着鉴宝，已经身家100亿了，现在可是有名的鉴宝专家。苏晴，你凭什么过这么好？你的资产本来有我一半，哼！你竟然不肯给我，别怪我抢。大不了咱俩同归于尽。张浩，你居然还敢来！苏晴，
你别给我装蒜！我知道你现在拥有100亿身家，给我50亿，再跟我复婚，否则我今天就杀了你，咱俩一起下地狱。50亿，你也配啊？当初你骂我是穷酸黄脸婆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到今天呢？少给我装蒜！苏晴，当初要不是我养你，你能有今天？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你要不把财产分给我一半，我今天真敢杀了你！你以为一把破匕首就能威胁到我？张浩，你可真是还是这么天真又可笑啊！可笑？我让你笑！你今天不把财产分给我，小兄们弄死你！我不想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！这是什么？你不是人！我是不是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惹错人了。有妖怪啊！张浩，丧心病狂！就算我是妖怪，也比你干净多了。苏晴，你就是个妖怪，你要害死我！张浩，你看到的这些影子，都是曾经被你伤害过的人。你出轨、家暴、挪用公款，坏事做尽，是时候该还债了。我没有，不是我没有，别碰我，别杀我！从此以后，这些妖怪都会缠着你，每天都会有人向你索命，你会永远的活在这个恐惧当中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得安宁。别杀我，我错了，滚吧，带着你的罪孽，永远别回来。苏晴是妖，他是妖变的，尸边全是妖。放开我！你们去抓苏晴那个妖怪！别动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放开我！你们都是妖怪啊！警官，这人看起来精神有些失常，需要送去精神病院进行进一步鉴定。放开我！你们这群妖怪！不要动，老实点！放开我！这一年，我捐献了数10座文化修复工坊，抢救性的修复了数10件国宝级文物。苏小姐真是越来越厉害了，不但是鉴宝界的顶尖大师，还是慈善界的楷模呀。是啊，他不仅用自己的能力保护文化遗产，还帮助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，这样的格局实在令人敬佩。苏小姐，我听说您又向国家捐赠了价值10亿的文物，还成立了公益基金，专门资助贫困地区的文化保护教育，能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心得吗？我的初心很简单，曾经我是一个依附他人的家庭主妇，是文物和这双眼睛给了我重生。从今往后，我希望可以运用我这双眼睛，给文物带来更多的光彩，让更多人了解文化传承的力量。过去的磨难都是成长的勋章，未来的路我会继续带着这双阴阳眼，发掘更多被埋没的国宝，守护文化根脉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